Hello，大家好，我是议员。没错，其实我人还在旅游，但是影片还是得做的，因为近期1093跟2489的 KVK 的事情闹得沸沸扬扬，吵得很夸张，所以今天还是做影片讲一下啦。但是做影片的时间比较迟，一方面是我想要看这两个王国还会有什么发展，就是他们的口水战呢，我觉得不会这么短而已，所以我就在那边静静的等待他们之后的结果。另外一方面呢，就是我现在在中国旅游，其实我的电脑用不到YouTube 也用不到脸书，什么都用不到，所以我这边就只能跟大家讲一下啦，到底发生什么事情，因为也没有其他华人国际服主播会做这样子的内容啦。 OK， 那么首先呢，在之前我们就有讲过，这个 KVK 的地图匹配出来的结果其实不太均匀，就是你们可以看到王国之间的战力相差是非常多的。那这边代表性的王国就是1093跟2489嘛，一方面就是2489他们多了一个王国，所以1093觉得说他们更强了，但是在2489的那一方觉得说他们人数本来就很少，所以再加了一个王国给他们是合情合理的。然后另外一边呢，就是3672的方向，就是我之前有跟大家讲过嘛，谁拿了3672就会影响到这一场 KVK， 所以就要看他们外交那边谈到怎么样。那这边3213呢，我听我的观众说他们这里有不少王国都是想要中田了，就是不想要打这一场 KVK， 所以在外交上面呢就发生了不少的矛盾。但是我们先看一下下一张的图片，因为在上一张图片这边出来的数据呢，有不少人说数据是错误的，就不准确。实际上3672这边的战力并没有122 billion 这么多，然后还有说到这边3213阵营的战力其实也没有72 billion 这么少，所以他们这边出来的结果你们可以稍微看一下，他们讲这个是准确的数据，那是不是准确的我也不知道，因为我没有办法上到那个网站了现在，所以我这边只能大概看一下啦。其实看下来这两个阵营的战力是很接近的，他这边是用4月8日的数据，那我现在拍摄影片的时间是4月10日。那假设说这个数据如果是准确的话，那么其实两边的阵营都有权利去选择他们要跟谁合作，而且这边数据看下来其实3672会偏弱一点他们的战力，但是他们的击杀其实会比较高一点。 OK， 那么我们先看一下1093那边的说法，然后这个截图你们也可以看到是从阿破的频道那边发出来的啦，因为有人发给他，然后他就放在直播，然后我就从他直播那边看到，所以这边就稍微讲一下啦。这边首先是讲他们外交的事情，他这里就讲到一开始其实大多数的王国都同意取消这一场 KVK， 尤其是麦西亚阵营，麦西亚阵营就是在左手边红色区域也就是3213王国那边的阵营，他们是整个阵营都是同意了的。然后在东安格里亚阵营，也就是在右手边3672那边的阵营也是有不少的王国说同意取消这一次的 KVK， 但是并不是全部啦，只是部分王国而已，并且1093也是觉得要取消这一次的 KVK， 因为2489阵营那边他们还有另外一个王国，他们觉得太夸张了，尤其是战力，所以他们就同意也是拒绝掉这一次的 KVK。 然而拒绝 KVK 需要4个阵营全部同意，可是2489跟1770他们表示不想要取消这一次的 KVK， 他们不考虑。 Avix 还告诉了左手边的阵营，他们可以选择挑选自己想要的盟友，只要他们愿意参加的话。然后左手边也就是3213那边的阵营呢，就直接说他们首选就是取消这一次的 KVK 报名，因为他们也是觉得说1770跟2489在同一个阵营里面是不公平的，所以这边我们可以看到有3种选择。首先第一种选择就是取消这一次的 KVK， 那么2489是肯定不想要选择这个选项啦，所以他们有第二个选项。第二个选项就是2489必须要拿3213的那一个阵营，也就是左手边那个阵营，然后93就拿右手边也就是3672的那个阵营。第三个选择就是左手边那个阵营，也就是3213那边不打，然后其他的人全部都一起去种田 KVK。 但是突然之间2489那边他们就在语音频道那边听 Avix 跟 A 组讨论了2个小时，关于他上一次 KVK 花了多少钱但是输掉了那一场 KVK。 这个时候1093就直接告诉他，就算不要看数据还有平衡性，他们也不会要求玩家在盟友不打全力以赴的 KVK 情况下做足准备。现在已经不是2023年或者是2024年那种为了自尊心和骄傲在一场比赛中被清零，就是他们觉得不值得啦，他们要为大局而着想，因为他们经历过这个一点意义都没有。他那边所讲的应该是讲之前960跟2489也是在同一个阵营啊，但是我们知道会输这场 KVK， 我们还是全力以赴去打。所以这边
1093就要求他们先回去自己讨论一下，并且在 UTC 19的时候再次讨论。结果248就直接发布了一个公告，宣布他们没有进一步的讨论，直接选择第3个选项，就是跟3672结盟。这就意味着3213阵营他们是被排除在外，也就是说这个结局并不理想。他知道有些人会反对，但是他们不打算以 1v2 劣势去打架，他们会在区域5找一点东西来玩，用农场账号守住关卡和要塞，拿到更加多的移民积分，就是想要去阵亡多一点兵的意思啦。并且在这一场 KVK 结束之后，尝试加入更大型更加有趣的 KVK 对手。所以这边是1093的说法，总的来说就是2489那边太霸道了，他不接受其他人的建议。 OK， 那么接下来我们就要看3213阵营，也就是左手边阵营那边他们讲了什么东西。他这里就讲到这一次一场不公平的 KVK， 他们打算放弃这一场比赛，但是2489坚持要继续打这一场 KVK。 可是1093也是说过这一场 KVK 匹配不公平，并且表示愿意退出这一场 KVK。 3672阵营里面也是有几个王国都有同样的看法，也就是讲3672不是全部王国都同意的。2489就建议他们，也就是左手边3213这个阵营，让他们先选择盟友。既然他们都明确表示不管怎样都不会放弃这场比赛，所以3213阵营他们就决定接受2489的建议，先选择他们做盟友。就讲其实这个麦西亚也就是3213阵营，他们一开始的选项是选择2489的，但是突然之前这个问题又变成造成2489的困扰，他们反悔了，他们想要跟3672结盟，所以就变成那样。如果他们两个结盟的话，就变成说他们的击杀是比起93还有3213阵营那边多出了2兆。如果3213阵营加2489去打1093跟3672的话，他们的战力只有500 billion 的击杀差距。那这边可以看到3213阵营他们给了最后通牒，要么就放弃这一场 KVK， 要么就选择相对比较公平的结盟方式，不然这场 KVK 就全部都在种田。他们选择了第3，就是种田，但是3672也是支持了2489，所以他这边也不能讲什么东西，他只能祝福3672跟2489打野蛮人愉快。如果有任何的变动他会再通知大家，但是看起来2489非常想要赢1093。那对于左手边这个阵营来讲，他们不管这一场 KVK 有没有的打，3672也是一样，因为他们上一场 KVK 输给了1316，他们看起来好像是想要种田多一点，但是不知道为什么他们就是不想要放弃这场比赛。然后这边就讲到2489啊，在外交的时候表现得像一个小孩子这样子，自尊心膨胀到无法衡量，他不觉得他们能够被称为外交团队，只会对别人指指点点还有发脾气。 OK， 那么这边就是左手边阵营的说法。那接下来我们就要看2489那边讲什么东西。那我这边的邮件呢其实是没有被公开在讨论区的，可是我是已经去问过2489能不能公开啊，他们讲是可以公开。其实私底下其他的王国阵营都已经知道他们这封邮件写了什么东西，所以公开不公开已经没有什么差别了但是他这边还是有讲到那泄露者、保密者，因为他知道这封邮件呢肯定是会有其他玩家传去其他的王国、其他的阵营啊，所以就在这里稍微提了一下。但是我这个是真正的经过允许的 OK。 那他就讲，各位2489的玩家好，你们知道最糟糕的 KVK 部分是哪一个部分吗？就是外交。他们这一次报名 KVK 就是为了要打1093，就这么简单而已。所以其实他们这一次 KVK 我在之前有讲过，他们报名的地图就是不列颠之王，然后1093他们选择的是英雄战歌，但是他们让莉莉丝去选择他们要把谁放在哪一个地图。但是这边可以看到莉莉丝他们其实是选择了93放去2489的地图，也就是不列颠之王啦。这个是一个很典型的2个强的阵营加2个弱的阵营的配置，就是跟1316或者是1365的地图是差不多接近的。所以其实这一场 KVK 只是需要2489跟1093对打，然后另外2个阵营互相打就可以了。但是对方给的说法就是不要，他们不要这样子。因为左手边的阵营也就是3213阵营那边的一开始开口就讲我们取消这一次的 KVK 了，如果不取消这一次的 KVK， 左手边3213的阵营他们就讲要种田28天，然后2489必须要在这张地图里面种田2个月，这个
个是248不想要看到的结果。接着他们还同时间听到这一场 KVK 是不公平的 KVK， 因为248多出了一个王国，所以这边248就在那边吐槽是我们就只有135个主要的战力账号，他们难道不需要一个 F2P 队友跟他们在同一个阵营里面支持他们去对抗250个人吗？他这边就讲到，其实明明就是你1093人数比较多，而且你们也不是全部 F2P， 你为什么不允许我多一个王国作为我的队友这样子的意思，并且取消这一次的 KVK 从来都不是2489的选项，因为这一场 KVK 会变成无尽的循环。什么意思呢？因为我在之前就跟大家讲过，有很多先锋王国都已经报名 KVK 了，就是讲2489跟1093就算他取消了这一次的 KVK， 下一次还是会碰面的，只是时间比较久而已。那2489不想要休息这么久，因为反正他们之后还是会面到1093的，只是看你打的这一场 KVK 是比较大型还是比较小型而已。因为你中田的越久，可能你打的时间就越长一点，你中田的短，那你就打架时间稍微短一点而已。虽然在2v2的情况下，左手边跟右手边的阵营都想要选择2489跟2489结盟，但是2489更想要选择能够兑现出承诺的那个人，而不是一开始就讲我想要取消这一场 KVK 或者是中田的人所以这边2489给出的理由是讲我不想要一开口就说我想要中田 KVK 或者是想要放弃这一场 KVK 的人，所以他们才选择了右手边，也就是3672，这个是2489的说法，所以我才给你们看1093还有3213阵营那边写出来的邮件。因为我们看这种东西呢，真的你不能只能看一边而已，因为那一边肯定给的说法是不一样的，所以这边我们可以看到2489的说法就有一点不太一样了。因为在右手边，也就是3672阵营那边一开始就很坚定，所以2489才会想要选择他们。那这边他是直接公布了说2489跟3672结盟，然后1093就会跟3213也就是2338左边的那个阵营合作。这个世界并非理想，你不可能总是在最佳状态下战斗，或者是在数量上达到完美的平衡。有些人可能会击杀比较高，但是另外一方的战力会比较高，并且3672阵营那边都说他们那边已经没有多少人了，反而左手边也就是3213阵营那边恢复的会比较好一点。数据不代表一切，我们就像往常这样子打 KVK 吧，你们做好准备了吗？所以这边是2489的说法，是不是跟1093还有左边的那个阵营相差很大嘞？那么我先讲一下我收到这个邮件的顺序。首先其实我看到的就是2489的邮件先，因为我有账号在他们的 DC 里面嘛，所以肯定是看到他们的，所以接着我就看到1093那边发布出来的邮件跟2489不太一样，所以我就稍微等了一下，再看到左手边3213阵营出来的邮件也是不太一样的。但是这边我们可以证实到一点就是可以看到1093跟左手边阵营一开始都有说到2489是让左手边阵营去选择盟友的，所以可能2489这边呢就撒了一个谎，因为从2489这边角度来看呢，是由2489去选择盟友的。那么你们不要以为截图就这样子已经结束了，因为2489其实在今天早上嘛又有发布了另外一个邮件，那他这边就说到失落之地已经在这里，已经来了。你可能听1093或者是左手边那个阵营都称这场 KVK 是种田 KVK， 并且那些所谓的 GO 也就是最强的王国1093不想要跟2489交战，但是不要先100%相信，你永远不知道那些所谓的 F2P 王国在水晶科技上面花费却超过了 99.93% 的王国，或者是会在后面的区域搞一些小动作，所以我们不管怎样都是要做好准备的。所以他这边呢是有叫2489的玩家准备好水晶科技，至少要把弹窗给买掉哈，或者是去拉野蛮人去打野蛮人，失落之地的劫掠者也会给水晶。那他这个应该是讲荣誉决斗啦，就是需要3个人组队，叫他们积极一点去打掉那个荣誉决斗，拿到比较好的排名，并且拿到更加多的那个硬币，以获得更加多的兵法卡。另外一个就是战术，如果你不是花很多钱或者是很花时间去拉野蛮人的玩家，你可以通过采集拿到水晶，它有一个兵法卡，我记得是采集之后可以拿到水晶的。另外一个就是要求他们会在局势比较稳定的时候公布关于战力消耗水晶科技的要求，先不要在农场账号上面训练太多的部队，他们要随机应变，还有要求他们记得上线用你们的主账号还有你们的农场账号帮忙建要塞和旗帜。你可能会看到有很多针对2489
2489的仇恨言论或者是虚假指控。如果你真的很无聊的话，可以尝试去开导那些野蛮人，但不要往心里去。讨厌你的人总会找借口讨厌，记得你无法唤醒一个装睡的人。所以这边是2489的说法啦。那其实我去看了一下讨论区，就是大家的说法，觉得说这一次 KVK 的匹配结果是2489那边太过自私了，就是他们怕输掉 KVK， 因为他们上一场 KVK 也是输给1093的嘛，如果他们再继续输下去的话，有可能会灭掉王国，就是有不少的玩家会选择移民离开。那这里我要稍微讲一下我自己的看法，那其实我也是同意这些玩家的说法，但是我觉得1093那边也是有一些问题啦。虽然他们这一次的 KVK 是被强制报名的，因为莉莉丝都讲了你1个月之后就要被强制报名了，这个也是因为他们想要这种先锋王国在一起去打这场 KVK， 不想要让其他的王国受罪，只是那么刚好这两个先锋王国就是很强大，连其他的先锋王国都不要跟他们打，所以才会变成这样子的 KVK 匹配。但是你们也知道啦，其实我跟1093碰面很多次了，就是从1093对上960的那个时期开始到现在，我在2489那边帮他们战斗也是一样，面对到1093也是一样的局势。虽然我在之前一直讲过很多遍2489不要变成第二个960，但是难免的还是变成这样子了，所以还是一样要面对1093这样子的说法。因为我就是跟1093碰面太多次了，所以我知道他们的想法是怎样的。那他们每次都会强调说他们自己是 F2P 王国他们很弱，他们上一场 KVK 消耗很多，他们太多 F2P 玩家来不及去回选，但是那个重点还是他们的玩家人数很多。就像我们上一次跟1093打 KVK 也好，你可以看到我们的人数上面是有劣势的，我们时常要去跟 5A 阵营王国求救，叫他们来帮我们对抗1093，因为我们的人海压不过1093，并且我在之前为什么要做数据，有多少的移民玩家进来，有多少的移民玩家离开，就是要给你们知道两边的实力相差多少，两边的人数相差多少。显然的，就算1093有大多数玩家移民离开了，但是他们招募进来的玩家全部都是有花不少钱的玩家，不然就是战力很高的玩家，有一定实力的玩家，他们已经不是完完全全 F2P 的王国了。其实两边的实力是相当的，但是1093的人数就是比2489更多，所以他们都会想要拿一些比较强一点的阵营跟他们合作。我这边就做一个很简单的例子，那你们觉得这一次 KVK 1093跟3672合作去打2489加3213合作，你们觉得这样子会有比较公平吗？是真的比较公平吗？难道1093那一方他们没有比较强吗？并且是在3213明确表示说他们这一场 KVK 要种田的情况下，这边跟你们讲一下上一场 KVK 你们可能不知道的事情啦，就是2489 2377 5A 王国阵营还有1093的那一场 KVK， 1093也是跟2377合作，然后叫2489去接受他们这样子的外交结果。那这一次反过来2489叫1093接受的时候，他们就不想了。而且这个不是第一次，之前还有一场 KVK 就是1093对上已经解散的960，那个地图里面还有包括2293跟1818，那时候2293想要跟1093合作，1093也想要跟2293合作，但是1818跟960他们希望能够取消那一场 KVK， 也是跟现在2489的情况差不多类似。然而1093给出的借口是说，因为他们有分线报名，所以不能取消他们的 KVK， 因为这样子会很麻烦，可能他们第二条路线也是会被取消。就因为这样子的理由，逼得960 1818他们必须要中停 KVK， 不然就是强制性要跟1093打。那其实有其他的选择啊，你为什么1093就不能选择1打2或者是1打3呢？为什么当时候你就不会说是你的问题是我的问题？那为什么在那个时候这么多的粉丝一直在帮1093护航？同样的情况下发生在别的王国，发生在2489跟960的时候就要接受谩骂，就连这一次的 KVK 也是一样，就有不少玩家跳出来帮1093讲话。其实真相就是他们根本都不想要取消那一场 KVK， 其实他们是可以投票取消那一场 KVK 的，但是1093选择沉默不投票，然后直接拿了那一颗星星，并且种田养精蓄锐，然后等到下一次 KVK， 也就是上一场2489 5A 1093 2377的那一场 KVK， 拥有大量的资源加速去打败2489，还要一直持续的装 F2P 王国。他们已经招募很多大佬玩家进入他们的王国了，不要再装了。尽管1093他们玩家流失很多，但是人数依旧还是超过
2489的，这里我都有数据，不要再装了。我知道我今天做这个影片呢，应该会收到不少1093的粉丝在那边骂，哎呀，议员你之前帮960，然后现在帮2489，所以你反对1093很正常啊。对，但是我今天都没有讲过到底哪一方是正确的，我没有同意说2489它的合作方式是正确的，1093合作方式是正确的，还是哪一个阵营都好，我只是觉得说1093他的想法他的态度很不好。为什么别人不接受你的建议就觉得是对方的问题？你身为一个顶尖的先锋王国，就很像大家所讲的你是万国觉醒的 GO， 还要在那边扮可怜。因为像2489的邮件所说的，就算取消了这一次，你觉得下一次这些王国不会在同一个地图里面吗？其实都是一样的。而且也是像2489所说的，假设说3213阵营跟3672阵营都想要选择2489的吗？那么为什么不让2489去选择到底他们要跟哪一个阵营结盟？既然你觉得3213跟2489结盟没有什么问题的话，那么为什么你不要去拿3213呢？同样的道理嘛。但是不管怎样，我觉得这一场 KVK 要打起来应该也是挺困难的，因为如果对方不出来打，你只是出去打的话也做不了什么东西。但是我觉得1093应该会派部队出来去防守一些关卡旗帜或者是要塞，让他们阵亡多一点部队，然后招募更多的玩家进入他们的王国。我也知道我这个影片应该会有蛮多争议，因为有很多1093的粉丝。说实话，我一直以来呢都是比较尊重1093的，都没有讲1093什么东西。但是这一次呢，我觉得我不能接受了啦。这也是为什么我一直都讲我不想要跟1093打架的原因，就是这样子。他们每一次在外交上面都会有一些问题啊，不然就是他们的粉丝啊一直会帮他们找借口之类的。那么以上就是本期内容，至于各位有什么看法可以在评论区给我知道，当然如果有一些翻译错误或者是遗漏的地方也可以在评论区帮我补充。我们下个影片再见。